You're a serious pain in the ass. Well, you know, I aim to please. 这是艾迪和毒液第一次合体的名场面，被团团包围又怎样？只要艾迪和他体内的4头租客一联手，就算是全副武装的追兵，也只能吃尾气。但就在10几分钟前，艾迪的反应怂得让你不敢相信。原来德雷克通过询问朵拉，已经知道了偷走毒液共生体的人正是艾迪，当即派出大批人手，直奔艾迪的住处实施抓捕。面对突然出现的几名持枪保安，艾迪下意识举起双手投降，可体内的毒液却觉得这举动实在丢人，直接控制他放下手臂。就在一人一共身体僵持之际，手下突然开枪击中艾迪，这一下彻底激怒了毒液，他瞬间伸出触手，3下5除2就将一众壮汉全部放。I'm so sorry about your friend. 眼看有人还要反抗，毒液抓起哑铃狠狠砸出，再凝聚出巨型重拳，一拳结束战斗。可艾迪刚缓过神，就听见毒液说要吃掉这些人，吓得他立刻冲出家门，哪知刚出来就又有保安追杀。艾迪慌忙躲闪，纵身从高处跳下，毒液及时展开手臂，稳稳接住他，惊险落地，化险为夷。What the hell? Dude, how did you do that? Apparently I have a parasite. 逃出公寓后，艾迪骑上电瓶车飞速逃离，可杀手依旧紧追不放。德雷克亲自指挥，派出大批无人机围剿，很快就追上了艾迪。危急时刻，毒液再次接管身体，操控车辆。在毒液的加持下，艾迪化身马路战神，轻松化解危机，还接连击落无人机。见此情形，德雷克立刻调集所有杀手合围，包围圈不断缩小，形势岌岌可危。可任凭杀手如何疯狂进攻，依旧无法抓住他们。艾迪驾车途经路口，被2辆车死死夹住，看似已经走投无路，谁知毒液瞬间伸出无数触手，控制住车内敌人，再猛然一甩，将他们全部解决。一番激战过后，艾迪开始有些飘飘然，得意地回头看向后方，不料前方突然传来巨响，他眼前一黑，连人带车被狠狠撞飞。杀手首领下车，准备将艾迪抓走。就在艾迪无力反抗时，毒液终于现出原形。Eyes, lungs, pancreas. So many snacks, so little time. 此时警察也迅速赶到，毒液知道对方人多不宜久留，当即带着艾迪游到对岸，然后重新变回艾迪的模样。这也是艾迪第一次亲眼见到毒液的真实样貌。毒液向他说明来意，希望艾迪帮助他登上德雷克的火箭，逃离地球，而吃人只是他补充能量的方式，只要乖乖配合的话就能活命。艾迪为了保命，只能答应他。回到城市后，艾迪立刻来到之前的公司，打算曝光德雷克的非法实验。可他早已不是公司员工，保安死活不肯放他上楼。毒液看着低声下气的艾迪，当场就想把保安吃掉，幸好被艾迪强行拦住。为了不惹麻烦，艾迪只能先离开。看着沮丧的艾迪，毒液开口了 You want up? I don't wanna be left behind. What you just say? This was a friend. 毒液便带着艾迪直接上了楼顶，他望着脚下的人类世界，忽然觉得这里也并没有那么糟糕。可就在毒液感慨之际，一架飞机突然从头顶飞过，巨大的噪音让毒液痛苦不堪。Where'd you go? Where did you go? I got us. 随后两人闯入老板的办公室，留下德雷克的犯罪证据后，毒液还怂恿艾迪直接从楼上跳下去。Jump.
pussy. 不料两人刚下电梯就被德雷克的手下包围了。艾迪见状劝说对方最好赶紧投降，可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Already have it your way. Copy. 特种兵立刻投掷催泪瓦斯，随即火力全开，想要一举制服毒液。可毒液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。没过多久，现场便被彻底击溃。就在毒液准备大饱一餐时，艾迪的前女友刚好赶到，目睹了这一切。无奈之下，艾迪只能强行夺回身体控制权，想上前解释，但安妮没有给他机会，直接把艾迪带去医院检查。当医生提出要为艾迪做核磁共振时，毒液瞬间失控现身，一把掐住了医生的脖子。此时的艾迪已经无法压制毒液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医生快要被掐死。危急关头，安妮果断按下核磁机器的开关，高频刺耳的声波瞬间起效，毒液痛苦地松开了手，艾迪也跟着剧痛难忍。最终，毒液被声波强行逼出了艾迪的体外。摆脱共生体后，医生立刻将毒液封锁在房间内。临走前，艾迪还不忘嘲讽了被困的毒液一番，随后匆匆离开了医院。而毒液很快发现了屋顶的通风口，趁机成功逃脱。逃出来后，毒液直接附身到了一只狗狗身上。就在艾迪庆幸自己恢复正常的时候，刚打开电梯门，德雷克的手下就给他射上了一针麻醉剂，并把他带回实验室。而毒液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可等来到实验室，德雷克却发现艾迪身上已经没有共生体。德雷克不停劝说着艾迪，让他交出毒液的下落，可奈何艾迪油盐不进，什么都不肯说。于是德雷克只好显现出被寄生的暴乱。That is the ugliest looking thing I have ever seen. 原来当初最先逃离的那只共生体，先后从医护人员转移到老奶奶身上，最后又附身在小女孩身上，最终找到了德雷克。德雷克与暴乱达成合作，打算利用火箭把更多共生体带到地球，组建共生体大军，彻底统治这颗星球。眼看问不出结果，德雷克只能下令将艾迪解决。危急时刻，毒液竟附身在了安妮身上，赶来救场，大口一张就解决掉光头。随后两人更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毒液传递了回去。再次合体后，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德雷克和暴乱的阴谋。路上，毒液告诉艾迪暴乱的真正目的，他们准备侵略地球。但让艾迪意外的是，毒液却说自己不想回去了，因为在毒液的母星，他和艾迪一样都是不起眼的失败者。可在地球，毒液却成了人人畏惧的强者，他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感，于是他决定留在地球，和艾迪一起成为真正的致命守护者。此时，实验室里的德雷克已经准备就绪，启动了火箭发射倒计时。有工作人员察觉不对，想要关闭程序，却被暴乱瞬间秒杀。他双手幻化50米大砍刀，然后咔嚓一下，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全部送走。德雷克大步冲向火箭，准备登机升空。可就在这时，毒液突然现身，将他拦下。Get in the rocket. No, we won't let you destroy this world. You die. 暴乱立刻幻化出流星锤砸向毒液，左手又化作利刃疯狂猛攻，但毒液也毫不示弱，挡下攻击后一把将暴乱狠狠摔在地上，紧接着再补上一脚。反应过来的暴乱再次冲上前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显然，暴乱的实力更胜一筹。一套连招下来，毒液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暴乱还强行将毒液从艾迪身上剥离。危急关头，艾迪立刻冲上前，再次与毒液成功合体。两人随即再次展开激战。两位共生体厮杀的同时，艾迪与德雷克也展开了近身肉搏。可战力差距依旧悬殊。没过多久，毒液就被再次击倒。激战中，暴乱竟将毒液和艾迪一同吸入体内，变成一个更恐怖的怪物。他转身直奔火箭，眼看一切都无法挽回。就在这生死瞬间，一直观战的安妮用扩音器释放出巨大噪音，共生体惧怕声波的特性被触发，毒液趁机从暴乱体内分离出来，两人一同重重摔在地上，寄生体与宿主彻底分开，场面变成德雷克与艾迪的肉搏。娇生惯养的德雷克根本不是艾迪的对手，可就在艾迪准备去关闭火箭发射装置时，倒地的德雷克竟再次与暴乱合体，瞬间完成反杀。眼看暴乱已经冲上火箭并进入舱内，艾
迪却迟迟等不到毒液，只能不甘地垂下手臂，一切似乎已成定局。但就在这时，毒液缓缓从下水道中爬出，将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艾迪救了回来。毒液拿起暴乱留下的武器，愤怒地仰天长啸，随后奋力一跃，直接跳上已经升空的火箭，他自由下落，狠狠划破火箭燃料箱，瞬间引发连环爆炸。要知道，共生体最惧怕的就是火焰与音波。驾驶室里的暴乱，德雷克当场在火海中化为灰烬。与此同时，毒液为了保护艾迪，用身体挡住了熊熊烈火。艾迪虽然获救，毒液却牺牲了自己。不过，我们喜欢的毒液并没有真正离去。影片结尾，艾迪找到前女友，希望能和她重归于好。言语梗塞时，体内突然出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。You belong with us, Annie. 从此，艾迪找回了自己的人生，也接受了毒液。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在超市里闲逛，可是就在这时，超市里突然闯入一名劫匪。就在他想要打劫的时候， We are Venom.